李道长可有几分把握？回陛下，李道长乃我大唐奇人，天象水文地质无所不通，依臣下见，应该确有此事。另外，臣调阅了近年来关中地区的水文记载，发现关中地区的降雨逐年下降，因此也可佐证李道长所言。李道长可说此次大旱会持续多久？据李道长所言，明年就是这旱龙现身的起始年份，持续时间尚且不明。我大唐刚经历吐蕃会战，商洛地震，朕本于修身养息，以慰民生，可这大旱有至啊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臣以为这旱龙还要1年以后才到，只要陛下早做打算，提前做好万全准备，再加上君臣一心，百姓倒力，便可渡此难关。不错，必须提早做好准备，万不可疏忽大意。请陛下放心，臣这就回去与同僚商讨治旱方略。侯爷呀，经老夫计算，今年春播呢，咱们还要再增加些人手。这地又没有增加，为什么又要增加人手啊？根据咱们庄子上有经验的佃户们说呀，估计今年的雨水啊会不正常，以防后患，咱们还需要再打2条水渠。好啊，也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哎，另外，今年的粮租减半。哎呦，侯爷呀，你真是菩萨心肠啊！刘大人，刘大人啊，坐吧。谢大人。这旱龙锁关中之事都听说了吧？工部已经下发了通知，通知我们做好抗旱的准备。没错。这大旱一到，千里赤地，颗粒无收。这抗旱问题说白了就是粮食问题。现在，好消息是我们还有1年时间；坏消息是我们只有1年时间。关于这关中抗旱大事，二位有什么妙计，说来听听吧。大人，依下官之见，就是加赋，以备来年呐。这个办法只治标不治本呐。谁知道这旱龙盘踞关中得多久？要拖他个10年8年的，你加赋也没用，百姓手中无粮，他拿什么给你？是啊，我记得贞观2年的时候，在关中地区就发生过100年难遇的大旱呐，怎么现在这旱情又来了？据史料记载，这个时期关中地区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气候变化。后来那些专家学者们研究发现，这种变化是由于天灾和人祸共同引发的。人祸？难道还有人下咒祈愿关中无雨不成？非也非也，刘大人，你可知自战国时期以来，这关中地区就因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成为百姓的迁居重地。再加上隋唐2代都定居长安，这关中地区的人口就变得最为密集。这人们啊，大兴土木，造成了水土流失，森林消失，由此引起了气候变化。所以这关中地区现在这雨水就甚少了。谣言惑众。按你这说法，这关中福地就不适宜百姓居住了吗？即便居住，也必须穴居吗？刘大人，是这样的，种田呢要修农，捕鱼要休渔，什么事儿都讲究个节制。这建设也是这样的，如果你非得要跟大自然对着干，那肯定是要遭到惩罚的。所以我认为，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重中之重。可持续性发展，新鲜，我第一次听说。不过听来倒是有几分见地啊。这个道理倒是显而易见，只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
有什么难的？因为大家都只看眼前的利益啊。几百年之后的灾难，跟现在的奢靡生活相比，实在太过虚无缥缈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。眼下还是谈谈最急迫的事儿。这关中抗汉大事儿，子豪，你是个有想法的人，你有什么妙计？种植大白菜。种植大白菜就能抗旱吗？因为这个大白菜啊，它生命力强，极易种植，就算是在干旱的北方也能成活。而且，这大白菜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效。什么功效？就是如果储藏得当的话，放个1年半载的也不会变质。哦，真乃神菜呀！不过这大白菜为何物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大白菜，好像咱们中华没有听说过有大白菜啊。我倒听说过白菜，好像产自于南方。这个大白菜，是不是大人你口中所说的那个极西之国之物呢？哎，这大白菜乃是我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农作物，但是想要得到这大白菜，还需要一把钥匙。子豪，别故弄玄虚，快点说。这把钥匙就是杂交，把白菜和乌精杂交，就能得到大白菜。行了，别再说了，我以为什么妙计呢，就这狗屁玩意儿。哎，大人，这个行了，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，你们再去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妙计。这大白菜的事儿，以后就别再提了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哎呦，不是这什么意思？突然暴脾气上来了，是干嘛呀？更年期啊？我哪儿说错了吗？大人，您说的那个大白菜原来是杂交啊！杂交怎么了？咱们刘大人最重礼仪啊，这已经对你态度是好的了，您就海涵吧。重礼仪，那杂交就不能吃了？那不吃都饿死吗？还要什么礼仪？不是大人，您说的事情我都赞同。我们大唐人最重礼仪呀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呀。夫君，前日定国公府送来喜帖，定国公大公子明日大婚。又是粉红炸弹，这个月已经第3次了。不去，我不去，就说我出差了，不在家。夫君，人可以不去，但这礼数必须得到，否则的话惹人笑话。这是我写的礼单，夫君过目。那就这样吧。不行，明天叫上咱们家所有的人都去。还有，告诉二妮，明天早上不许吃饭，一定要把这礼金给我吃回来，要不然我心里不平衡。一切都听夫君的。夫人啊，以前我听说，大唐人民最潇洒了，从皇室到民间出了多少风流人物啊？怎么现在大唐也如此重视繁文缛节啊？无礼何以为人？夫君好生奇怪啊！那我问你，比如说有一个恶人想要非礼你，不从便死，你会如何？不是有夫君在吗？怎么会有恶人非礼我呢？我不在。那还有二娘子在啊！二娘子可是武林高手，哪个恶人敢在她面前撒野？二娘子也不在。那还有那些家丁在呢。反正都不在，就你一个人半夜出去了，就碰见恶人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怎么办嘛？夫君，这大半夜的，我干嘛出去啊？睡觉。这白菜和无精杂交，真的能种出这么神奇的蔬菜？是啊，可是刘仁贵刘大人不同意，他说这个大白菜杂交有伤风化，不合礼仪，而且农学部的奏折只有他能上，所以还得来求你这个公主，跟你的皇兄透透口风。去跟皇兄说明此事倒是没问题，只是我乍听之下也觉得这白菜有点有违人伦啊。不
是公主，人才有人伦，菜有什么？菜只有菜伦。再说你把这个破白菜上升到人伦这个上面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其实，我倒是觉得，如果这白菜真有这么神奇的功效，的确应该在关中推广。只是我心中总觉得有点隐隐不妥，但又不知道是哪里不妥。公主殿下，时不我待眼前，大旱将至，这个杂交还要培育，培育完了又要推广，这都是时间。时间就是人命啊，公主。夫君说的的确有道理，那我明天就去向皇兄禀明此事。哎呀，不过就连公主都觉得这大白菜有违人伦，估计大唐也没有几个人能认同。夫君，你这个话怎么听来听去都不是个味道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兰陵不顾人伦，跟你王修拼在一起，让你难堪了？哎呦，兰兰，你说什么呢？兰兰，我们俩在一块儿是爱情，是爱情啊！世界上所有龌龊的事都可以拿爱情当借口，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我敢说，我是全大唐最不要脸的人。